校花在毕业典礼上当众向我告白，然而却被一门心思扑在美术上的我直接拒绝了。虽然多年以后我小有成就，有了自己的画廊，但却始终遇不到一个自己心仪的对象。重回高三，再次面对校花猛烈的攻势，我想都没想就选择了缴械投降。你还真别说，有个女朋友是真的香。就在刚刚，我还在赶着去应付我妈给我安排的相亲，但再次睁开眼，我居然躺在了冰城一中的操场上。江景终于醒了，刚刚吓死我了！要是你再不醒的话，我都准备叫救护车了。兄弟，你没事吧？一个留着寸头、拿着足球的男生走到我面前，脸上带着深深的歉意。你怎么踢球的？没长眼睛吗？钱军对着比他高一个头的男生毫不畏惧，怒气冲冲道。寸头男子微微弯了弯腰，脸上的歉意更浓了。真的实在是不好意思。随着围观群众越来越多，我缓缓地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对着寸头男子摇了摇头，示意自己没事后，喊上钱军离开了。因为是刚下课不久，很多同学都站在走廊上嬉戏打闹，嘈杂声不断。但随着两个身材高挑的女生从班级里面走出来后，吵闹的走廊瞬间就安静了下来。不少男生的目光都停留在了其中一名叫苏媛的女生身上，她是男生心目中的白月光，女生眼中的公敌，也是一名学舞蹈的艺术生。这时，楼梯口冲出来一个留着长发的女生，和几名闺蜜围在一起聊着最近的八卦。我跟你们讲啊，刚刚我看到江景被球砸到了，不过应该没事了，太可惜了。本来我还想过去扶她的。滚滚滚！你想的倒是挺美，江景只有我能扶。胡说，江景明明是属于我。行了，都别吵了。站在旁边的苏媛听到后，微不可察地松了口气，看向身边的刘瑶说道：“小瑶，我不能陪你上厕所了。”高三5班内靠窗最后排的位置上，我坐在那里正翻看着课本。上辈子虽然自己艺考分数287，但很可惜被文化成绩拖了后腿，没有进入自己理想的国内顶尖美院。叮铃铃，上课声响起，吵闹的教室逐渐安静了下来。然而这份安静还没持续几秒，就被突然闯进班级的女生给打破。看着这个身材高挑的漂亮女生，男生们眼中露出了7分惊艳和3分嫉妒。至于班级里的女生们，则是充满敌视，仿佛大敌当前一般。苏媛无视众人的目光，小跑到自己面前，然后把手里的塑料包装袋放到我的桌子上。我盯着她漂亮的眼睛，疑惑地问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要给我呢？”她的眼神有些闪躲，指着我手里拿着的塑料袋：“消肿药。”说完转身就准备走，根本不给我任何开口拒绝的机会。也对，毕竟自己可从来不会收任何女生给的东西。随后我赶忙叫住了她。苏媛见状只好停下脚步，以为我肯定是想把药还给她，心想：哎呀，早知道就跑出去了。苏媛，你怎么关键时刻这么笨？下一秒，我摇晃了一下手里的塑料袋，说了一声谢谢。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苏媛先是微微愣了一下，反应过来后，立马露出了一个落日玫瑰般娇艳的笑容。这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和江景的距离又拉近了一步呀？这位同学，我看你不是我们班级的学生吧？一道严肃的声音传来，把苏媛越飘越远的思绪拉了回来。老师，我找同学借个东西，马上就走。说完，苏媛心情愉悦地朝着自己所在的班级走去。45分钟下课后，我起身前往学校的画室。美术艺术生上午和下午的最后2节课都要在画室进行。10分钟后，美术指导老师陆潇走了进来，开始给大家布置速写任务，之后不时还会给大家指点一二。然而当陆潇走到江景旁边时，他整个人瞬间都愣住了。大部分学生第一幅还没完成，但江景的2幅速写却已经完成了，而且观感什么的都非常完美。虽然自己知道江景在美术方面的天赋很强，但这也太离谱了吧，简直就是个怪物。我看着陆潇到震惊的表情，随便找了一个借口：“陆老师，这2幅速写我之前都画过。”陆潇听后心里才平衡了一点，不过还是对自己展露出来的美术天赋感到震撼。夜晚降临，自己作为走读生兼并艺术生，是可以申请不去上晚自习的。比起在教室自习被人当活看，还是在家里自习效率更高一点。回到家后，我拉开书包拉链，准备拿习题课，但却先碰到了塑料袋，于是就把里面的药拿了出来，往额头上喷了一点，一阵清凉的感觉立刻从额角处蔓延了开来。翌日清晨，苏媛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外来回的徘徊，不时的还朝远处望去。突然，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小镜子，简单整理了一下亮丽的秀发后，朝着校门口的方向快步跑了过去。哎，江景，好巧呀，刚到学校就碰到了你。苏媛装作一副惊讶的表情，出现在了自己面前，和我打了个招呼。我看了一眼突然出现的苏媛，以及她那明显是因为小跑才微微起伏的胸口，轻轻点了一下脑袋。之前她也有故意制造过几次和江景的偶遇，但效果并不理想，人家压根就不搭理她。不过昨天江景接受了她给的消肿药，这件事又让她充满了自信。看着面前生人勿近的江景，苏媛并没有放弃，而是主动询问道：“额头现在好了一点没？”我听后把脚步放慢了下来，然后看向身边的苏媛感谢道：“多亏了你给的消肿药，好多了。”真的吗？苏媛明亮的杏眼微微睁大，显然是没想到自己会用她送的消肿药。那太好了，江景，你来的这么早，应该没吃早餐吧？刚好我早餐买多了，这个草莓蛋糕给你。不用了，谢谢，我已经在家吃过早餐了，没事，留着课间操吃。说完，对方就直接把草莓蛋糕塞到了我的手里。我先去上课了，再见。说完就朝着教学楼头也不回的跑了过去。来到教室的苏媛，眼角微微扬起，看着窗户发着呆。昨天是消肿药，今天是蛋糕，照这样下去，自己和江景的联系只会越来越深。班级里的男同学们不时的会朝这边偷偷瞄一眼，但他们发现今天的苏校花好
好像比平时更漂亮。2节课以后，到了大课间时间，全校学生照例来到操场跑操。5分钟后，跑操结束，钱军仿佛丢了半条老命似的，大口喘着气，累死我了。江景走，小卖部买水去，我请客。身后苏媛挽着刘瑶的手也跟了上来，一同朝着小卖部走去。江景，喝什么呀？给我来罐可乐吧。好嘞，我接过钱军给我买的罐装可乐，靠在小卖部门口的墙上，单手开盖喝了起来。小卖部里面，苏媛看似在冰箱里挑着冰淇淋，但目光一直都在注视着外面的江景。喂，看看就得了呀，还吃不吃冰淇淋了？见苏媛心不在焉，刘瑶在一旁催促道。回过神来的苏媛慌乱的拿出2个巧克力味的冰淇淋，这个口味我昨天吃过了，很好吃的。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0块钱的纸币，连同冰淇淋一起递到了刘瑶面前。今天我请客，能麻烦你去结一下账吗？算你还有点良心，我就勉强答应。刘瑶轻哼一声，接过冰淇淋，朝着收银台走去。随后苏媛连忙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打开相机，对准外面的江景，准备拍一张他的帅照。然而就在他按下拍照键的那一刹，我刚好朝他这边看了过来。苏媛的大脑瞬间宕机，手机还在对着江景，要是现在有个地洞在就好了，起码他还能钻进去躲躲。他怎么还看着我呀？按理来说不应该表现出紧张慌乱的情绪吗？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喜欢别人偷拍自己的，但不知为何，当看到偷拍对象是苏媛时，我内心居然有点小窃喜。苏媛还在想着该怎么应对这尴尬的局面时，却发现江景正朝他走了过来，慌乱的把手机放到了口袋里，强迫自己装成一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样子。看着他脸上露出的慌乱，我内心轻笑了一声，这才对吗？你刚刚在干嘛呢？我走到苏媛的面前，明知故问道，语气还是照常那么的冷淡，不带感情。我刚刚眼睛好像进煞了，所以拿手机看了一下。苏媛也不知道这么说行不行，着急的手上都冒汗了。原来这样啊，我还以为你在偷拍我呢。我笑着自语了一句。苏媛听后，白皙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润，有些心虚的低下脑袋道，怎么会呢？我知道他撒了谎，那慌张的小举动是骗不了人的，不过我没点破，而是从他身边擦肩而过，找钱军去了。苏媛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重重的松了口气，然后快速的掏出口袋里的手机，仔细的观看了起来，低语道，还挺帅吗？高3、8班。刘瑶一副悠闲自在的模样，边看手机边吃着蔬菜沙拉。突然他像是看到了什么，用胳膊推了推旁边的苏媛，小媛，你快登上 QQ 空间看一下表白墙。江景他又被人挂了。话音刚落，苏媛瞬间打了一个激灵，朝着刘瑶凑了过去。那是一张聊天截图的界面，江景坐在食堂吃饭，下面是各种评论。江景还真是招人惦记啊，不行，自己得加快脚步才行啊，不然哪天真被某个坏女生拐跑了怎么办？5分钟后，苏媛轻喘着气站在了食堂门口，她的到来一下子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，男生偏多。然而下一秒，她那精致的瓜子脸上就露出了一副失落的模样，因为江景的身影已经不见了。走廊内，苏媛心不在焉的走着，突然砰的一声，她一不小心就撞到了人。看清对方的面容后，她愣住了，脸上的表情也从原来的失落变成了惊喜，轻轻喊了一句江景。虽然此时的自己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，但我内心却忍不住吐槽道，他怎么傻乎乎的呀，上楼梯都不知道看路。这时苏媛突然伸出了双手，准备检查一下我的胸口，还满脸关心的说道，刚刚撞到你了，没事吧？见状我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，连忙后退了一步说道，没事。苏媛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有点冒失，但却突然笑出了声，原来你也会慌张呀，没想到还挺可爱的。听到可爱2字后，我罕见的感觉到一丝不自然，为了转移话题，我又把苏媛刚刚说过的话还了回去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正当苏媛准备说自己没事的时候，她像是又想到了什么，突然改变了主意，转头道，有事啊？我本想着只是客气一下，掩饰一下自己慌乱的情绪，没想到她还真有事。按理来说不应该啊。看着我疑惑的目光，苏媛伸出细腻光滑的左手，揉着额头，眼里充满可怜，委屈的说道，额头有点疼。我迟疑了一会儿，刚准备开口说话，却被对方抢先一步，逗你呢，其实我没事。下一秒，苏媛清脆的笑声在我的耳边响起，我回过神来，冷淡的说了一句无聊，随后转身就往楼下走去。等我的背影逐渐消失后，苏媛突然扑哧一下笑出了声音，然后愉悦的朝楼上的班级走去。校园图书馆，我坐在一个偏僻的角落，盯着手里看着就很好吃的草莓蛋糕，脑海中不由自主的浮现出了那张近在咫尺的瓜子脸。刚刚苏媛凑上来的那一刻，自己的心跳莫名加快了几分，这是以前的自己从未有过的体验。我摇了摇头，没有继续想下去，用勺子舀了一勺草莓蛋糕放入嘴里，第一感觉就是甜，很甜很甜。晚上自己刚回到家，就得到母亲大人一顿关心黏人的问候，小景，学校的伙食是不是不好呀？乔脸瘦了，明明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圆润润的。来，妈给你做了红烧猪蹄了。妈，这确定是你做的，不是你在外面打包回来？这都被你发现了。妈妈其实是想亲手给你做，但红烧猪蹄的做法实在是太难了，简单的应付了一番。吃完饭后，我马上跑进了自己的画室里，简单的打量了一眼这个承载着自己青春的画室后，我坐到了画板前。不多时，沙沙沙的声音在安静的画室内响起。10分钟后，自己白净的脸上闪过了一丝不自然，面前画纸上是一个身材曼妙的女生，没有脸蛋，只有一个大致的轮廓身影。我深深的吸了口气，又摇了摇头，接着又慌乱的把那张画纸塞到了抽屉，离开了画室。第二天早上6点，我照常来到了学校，有点巧，在校门口又和苏媛偶遇了。今天的她依旧穿着蓝色校服，
还是那么的好看。好巧呀，又见面了。我扫了他一眼，又快速收回目光，然后轻轻点了一下头，算是和他打了一个招呼。临近教学楼，苏媛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好看的白色瓶子，我今天不小心多带了一瓶酸奶，这瓶请你喝。说完就直接塞到了我的手里，接着眉眼弯弯的说了一句再见后，转身就朝着教学楼跑去。回过神来时，他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。我嘴角一扬，心情不错的朝右边楼梯走去。昨天送蛋糕，今天又送酸奶，打着什么坏心思呢？高3、5班内，自己刚坐下，钱军就火急火燎的跑了过来。江景，你看 QQ 表白墙了没？他把椅子往后拉，坐到了自己身边，表情很兴奋。我从不看 QQ 表白墙，别说看表白墙了 ，QQ 自己都很少登，毕竟每天咚咚咚的弹出添加好友的消息，烦得很。那太可惜了。我告诉你，昨天发生了一件大事，想不想听？和你有关哦。钱军故意吊胃口的说道。不说就不说吧，我还要背单词呢。我直接干脆的说道，没有一丝被吊到胃口的样子。无趣。我说还不行吗？周博文，就之前把球踢你脸上的那个人。昨天苏媛拿着一把剪刀冲进了高3一班，找那家伙算账去，据说差点就把周博文给嘎了，不过最后还是放过了他，把发泄的对象换成了他的足球是吗？那太可惜了，好端端的一个足球就这么被扎破了。虽然这个谣传很夸张，但自己的内心还是产生了一股莫名的窃喜。高3、8班内，小姚，你想不想上厕所？我陪你去啊。我呀，我不想啊。刘瑶摇了摇头，苏媛仿佛是没听见似的，起身就准备往外走。不，你想？看着苏媛那藏不住心思的俏脸，刘瑶无奈道，对对对，我想。苏媛嘻嘻一笑，挽着他的手臂朝教室外走去。苏媛一路上走的都很快，直到经过高3、5班前门口的时候，速度急速下降。刘瑶看着闺蜜那一脸不值钱的笑容，微微摇了摇头，恋爱脑呀。哎呀，那黄毛挡在那里干嘛呀？苏媛不满地撇了撇嘴，因为江景被一个黄毛挡住了。教室里，我转过脑袋向走廊那边看去，正巧和苏媛清澈的眼睛对上了，紧接着对方有些闪躲地收回了目光，显得有些慌乱。我看了一眼身边的钱军，语气平淡道，你不是要去厕所吗？走吧。什么情况？刚刚说不去，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教室外慌乱的苏媛心想，我为什么要紧张呀？我只是上厕所路过而已。然而他再次把目光投向教室时，却直接愣住了。不是啊，江景他怎么走出来了呀？然而我却直接无视了他，然后从苏媛的身边擦肩而过。小袁，刘瑶轻轻晃了晃苏媛的手臂。苏媛回过神来后，见我马上就要走远了，连忙转过身喊了我一句。我脚步一顿转过身，语气平淡的询问道，怎么了？有事？对上他那双乌泱泱的眼睛，苏媛一时之间居然有些词穷了，最终只憋出一个上午好。我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微微颔首，空气一时间有些尴尬。接着为了缓解气氛，苏媛又朝自己身边的钱军打了声招呼。钱军傻笑的对苏媛点了点头，又用肩膀碰了碰我，示意自己说几句话。我看了一眼旁边的钱军，你不是要上厕所吗？说完就朝着楼梯口的方向走去。紧接着钱军朝苏媛露出一个抱歉的笑容后追上了我。江景，不是哥们说你啊，苏媛为了给你报仇，把周博文的足球都炸了，你不表示就算了，说句话总行了吧？人家明显是对你有意思，快去上你的厕所吧，怎么这么啰嗦呀？我略微有些不耐烦的开口道。钱军暗道一声无趣，走进了男厕。我看着他走进去后，转身就朝楼上走去。苏媛站在楼梯上，灵动且有那么一丢丢妩媚的眼睛有些出神，像是在想着什么。苏媛转过头看去，江景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了自己的身边。我听说你昨天拿着剪刀去了一班，把那个谁的足球扎了，你知道了呀？下一秒，他突然直勾勾的盯着我，软糯的开口道，其实我是很温柔。他昨天本来只是想帮江景出出气，结果不知道被哪个坏人看见，发了个表白墙，结果越传越离谱。之后我回到教室，脑海中浮现着苏媛刚刚讲的那句我很温柔，嘴角不由自主的扬了起来。星期天，室内广场，苏媛挽着刘瑶逛着一家服装店。小姚，你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？江景他会喜欢吗？刘瑶面容一僵，这个恋爱脑，你把江景约出来，让他帮你瞧瞧不就知道了？我早就 QQ 申请加他了，可他就是不同意啊。小姚，你说为什么呀？刘瑶扯了扯嘴角，本来自己只是随便一说，没想到小袁还真往那方面想了。小姚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要是牙痛的厉害的话，我就先陪你去口腔医院看看。没事，我只是暂时不想和你说话。你丫彻底没救了。新第1周开始，自己跟往常一样，早上6点上学，晚上6点回家，日子过得还算充实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苏媛这几天好像凭空消失了一般，两人一次面都没碰到。以前她经常在自己面前晃，现在突然消失不见，搞得我都有点不适应了。高3、8班，苏媛盯着窗户看了几分钟后，垮着脸道：小姚，你这个法子行不行啊？你放心吧，包管用的。我最近看了一本恋爱小说，里面各种追男孩子的技巧，我都熟练的掌握了。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根本就不喜欢我？这样的话，这欲擒故纵的方法又有什么用呢？刘瑶听后逐渐沉默了，毕竟在她的认知中，小袁这么漂亮的女生，就没有哪个男生会不心动的。不行了，我看还是主动出击，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比较靠谱。高3的体育课可上可不上，我索性待在教室里刷题。2分钟后，钱军突然来到教室，拉着我就往操场上走。路过高3、8班的时候，我稍微放慢了些脚步，朝教室里扫了一眼。他人呢？难道他这节课也上体育？一天天的别老坐着，出来走一走，放松放松，你说对吧？江景，快看，苏媛哎！旁边的钱军激动地指着羽毛球场内一道高挑的身影喊道。然而还不等我回答，苏媛就率先注意到了场外的自己，快步跑了过来。江景，你这节课也是体育课啊？苏媛几乎不隐藏表情，眼睛弯弯的，露出惊喜的表情。我看着他，微
微微颔首，表情依旧是那么的冷淡，实则内心开心的一品。有没有兴趣进来打打羽毛球？苏媛满怀期待地问道。我沉默，过了片刻后，摇了摇头回答道：我不会打。苏媛听后没有一点惋惜，反而笑着开口道：没事的，我可以教你啊。旁边的钱军听后，立马就推着自己往羽毛球场走去。走吧，苏大校花亲自教你打羽毛球，那可是多少男生求都求不来。苏媛跟在背后，默默给钱军点了一个赞。小姚，打这么久，你也累了吧？休息会儿。苏媛站在江景看不到的角度，双手合十，一脸祈求。你啊，重色轻友。刘瑶轻轻点了一下他的额头，然后把手里的球拍交给了他。球拍给你。苏媛把自己的球拍递给我，而他则是用刘瑶的。我接过羽毛球拍，掂量了2下，第一感觉就是挺轻的。你看着我的手，我们先从握球拍开始。苏媛很快就进入了教学状态。10分钟后，我已经大致掌握了羽毛球的基本技巧，然后2人就进入了对打环节。不过一直是苏媛在给自己喂球，每个球都打在了我最好接的位置。这时不知道苏媛是失误还是有意，漏接了自己打过来的球，越来越厉害了。他笑盈盈地说道。我听完他说的话，罕见地露出了一丝不好意思。苏媛见状，突然地笑了起来。小姚，过来和江景打会儿球，我去趟厕所。离开前，他还特意嘱咐刘瑶，待会打球的时候温柔一点，让江景多接一点球。5分钟后，苏媛提着一袋矿泉水回来，过来喝口水，休息一会儿。我看着苏媛额头上的汗水和手里拿着的矿泉水，突然好像意识到了什么。这一刻，自己的内心好似被电棍戳了一下，一股麻麻的感觉蔓延到了自己的全身。苏媛笑靥如花地走了过来，递给我一瓶水，谢谢。我接过矿泉水，坐到了休息椅上，仰起头咕嘟咕嘟干了大半瓶。苏媛很自然地坐到了我的旁边，拿着矿泉水，仰起头，学着自己大口喝水一样。下一秒他就被呛到了，弯着腰连续咳了好几声。哎呦，别喝这么快啊！我语气中带着那么一丢丢责怪。几秒后，他鼓起勇气，转头看着我，江景，我加你 QQ，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？消息太多了，我卸载了，把你手机给我，加绿泡泡吧。1分钟后，苏媛抱着手机傻笑，就像一朵突然得到了雨水浇灌的花，变得娇艳欲滴了。接下来，几人又去球场打起了羽毛球，一直打到了下课。苏媛一脸的意犹未尽，怎么这么快就下课了呀？还没打够呢。给你的球拍。我穿过球网，把手里握着的球拍递给了他。怎么样？你觉得羽毛球好玩吗？苏媛笑嘻嘻地问道。还行，我给了一个中肯的回答。上辈子的自己从没有空余的时间放在体育运动上，这次跟苏媛打羽毛球，我是真心觉得还挺好玩的。当然了，也有一小部分原因是跟谁玩。苏媛听到我的回答后，眨了眨眼睛，以后还想打吗？就手机联系我。接下来的一整天，苏媛的心情都非常的愉悦，精致的面孔上时时都挂着灿烂的笑容，跟中邪了似的。小姚，你说给江景发的第一条消息应该怎么说，才能让他印象深刻，深深的记住我？刘瑶思考几秒后，眼睛发亮道：你就直接跟他表明你的心思，包他能记住你，这不太好吧？万一把他给吓到了怎么办？苏媛一副难以为情的样子，实际上他心里笑的唇角都压不下来。这个想法很不错嘞，但万一告白失败，岂不是连朋友都做不成了？我还是自己想想吧。苏媛双手捧着下巴，清澈的双眼陷入了沉思。夜晚，苏媛练完舞回到家里已经10点多了。洗完澡后的苏媛坐到了沙发上，对着空气叫了一声四月。下一刻，一只白色的小猫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了出来，爬到了他的大腿上。四月，我今天要到江景的微信了。苏媛抱起猫，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。其实她喜欢江景，和这只可爱的小猫还有一层深深的联系。这只小猫之前一直是江景在喂，当时他的表情充满了温柔的笑容，和学校里的他天差地别，这不由得让他产生了好奇。他尝试着和江景接触，但人家总是冷着一张脸，根本就不搭理他，这无疑是激起了他的胜负欲。慢慢的一来二去，可能是自己从来没被男生拒绝过的原因，他惊奇的发现自己好像真的喜欢上了对方。后来小猫要被其他人从公园里赶出去，江景又不在身边，自己就收养了这只小猫。之后他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和江景说小猫的事情，最终就只好把猫养了起来。思绪拉回，苏媛摸了摸小猫的下巴，说了一句晚安后就回自己房间了。6点半，我照常来到学校，但那道曼妙的身影依旧没出现，自己的内心难免还是有些失落。要不明天我也晚个10几分钟看看。我摇了摇头，转身走进了学校教室内。我还没坐下，就看见了桌子上的酸奶和面包。对于这些东西，我一直的做法就是都给钱军。然而当我拿起酸奶的时候，却看见瓶子后背贴了一个便利贴，今天的早餐不小心又多带了，所以就麻烦你了，不可以浪费哦。看来我的推测错误，根本就不是苏媛起晚了，而是自己来晚了。我心情大好，刚刚在校门口产生的失落全部烟消云散，也不知道江景喝了我给的酸奶没。苏媛白皙的手撑着下巴，目光望向窗外。小媛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好像一个资深舔狗。刘瑶无语道。看什么呢？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走廊处，我就这么呆呆地站在那，和教室里的苏媛对视着，两人盯着彼此看了几秒，最终由我率先败下阵来，收回眼神，向前面继续走去。小姚，让一下，我出去一趟。苏媛立马就冲出了教室。1楼贩卖机，我在显示屏上轻点了一下，砰，一瓶矿泉水掉进取货口里。你喝什么？随后我转头看向旁边的苏媛，我跟你一样，也来一瓶矿泉水吧。她表情有些慌乱道。我又在显示屏上轻点了一下，然后把贩卖机里掉下来的矿泉水递给她。谢谢你的早餐，你吃了我给你的早餐，怎么样？酸奶好喝吗？苏媛白莹的脸蛋上露出惊喜，语
气加重了几分。我轻轻点了一下头，回应道：“不错，那你是喜欢喝今天的原味酸奶呢，还是其他的味道？”苏媛清澈的瞳孔里露出好奇：“原味的吧。”我沉默了2秒，回答道：“那我明天再给你带原味的酸奶。”苏媛开心地说道。我听后脚步一顿，转头看着她，语气中罕见的带着几分调侃：“那你明天是不是又要不小心多带一瓶？”话毕，苏媛的脸上立马就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红晕，这只是她给江景送酸奶的借口。她也相信江景他知道，但被他用调戏的语气说出来后，就有种谎言被揭穿的感觉。从1楼爬到5楼，两人今天却感觉不到一点累，甚至还有那么一丢丢的意犹未尽。路过高3、8班，我见苏媛还跟着自己，于是好心提醒了一句：“你教室到了。”我知道呀，那个今天是我值班。我走前门进去，好擦黑板呀。我透过窗户看了一眼，里面的黑板干净的很，不过我也没说什么，直直的往前走去。当发现黑板干净的不能再干净后，苏媛的脸上露出了一个苦笑，同时尴尬的捂上了脸。黑板不给力啊！3、4节课，陆潇宣布了一件大事，从下个星期开始，他们将去外面进行为期15天的写生日常。这个消息一公布，画室里大部分的学生都沸腾了。不过他们只想出去玩，绘画只是顺带的，所以才这么激动。吃完午饭，我一般都是回班级待着，看会儿书，眯会儿觉。然而我前脚刚踏进教室，苏媛立马就跟了进来，无视教室里面其他女生的目光，坐到了我的旁边。你跟着我干嘛？我要复习了。我转头看着旁边像跟屁虫一样的苏媛问道。我也复习啊。你们班级学习氛围好，比较安静，适合复习。说着就从自己那一叠高高的书中抽出一本放在胸前。班级安静我承认，但学习氛围，我只想说懂的都懂。没看见班级里的女生都在往我们这边看吗？睁眼说瞎话了。最终我还是败下阵来，拿出数学老师刚发的模拟卷做了起来，但感觉心里有点乱。至于旁边的苏媛，说是复习，但却是单手撑着白皙的下巴，静静地看着江景认真做试卷的他，身上散发着一股清冷的气质，白净的皮肤，英俊的侧脸，高高的鼻梁，真养眼啊。下一刻，他忍不住连人带凳偷偷往我内移了一下，结果他的肘关节轻轻一动，就不小心碰到了我的手臂。那清冷的触感让他慌乱地低下头，同时快速翻开书本，装作一副面色从容的模样，有点紧张，有点甜。我虽然认真地做着题，但那细腻光滑的触感还是察觉到了。我微微转过头，看向一脸心虚的苏媛，没和他计较。见我投来的目光终于消失，苏媛轻轻松了口气，老实了许多，就在旁边静悄悄地瞅着我。随着我把倒数最后的大题做完，已经下午2点钟了。我摇了摇有些发酸的手腕，然后侧过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精致的面孔。苏媛正闭着眼睛，脸蛋朝着自己这边，像是看着我睡着了。眼看再过几分钟就要上课了，她还在睡觉，于是我轻声喊了她一声。苏媛睡眼朦胧地抬起了脑袋，揉了揉眼睛，开口道：“我发现这个桌子好舒服，好适合睡觉呀。”我满脑子问号，一时之间想不出他问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学校桌子难道不都是统一的？对了，江景，以后中午这个位置就给我坐好不好？作为报酬，我每天给你带早餐。不说话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快上课了，我也该回去了，拜拜。他心情愉悦地说道，之后不带一点犹豫，直接就往外走。想拒绝我，我才不给你这个机会呢。这下不仅中午能陪着江景，还得到了光明正大送早餐的理由。我真是个大聪明。看着苏媛高挑的背影消失在教室后，我突然轻笑了一声，不过也只是一瞬，就又恢复成了之前高冷的模样。一眨眼，1个星期就过去了。在这期间，苏媛出现在我身边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渐渐的出现了很多关于两人已经在一起了的谣言。高3、8班，苏媛扎着马尾，散发着清纯的气息，她单手撑着下巴，出神的看向窗外。刘瑶用手臂轻轻碰了一下苏媛，小媛，你别动不动就发呆啊，这样都快要变成个旺夫屎了。已经是了呀。说话间，她精致的面孔上浮现出了一抹落日玫瑰般娇艳欲滴的笑容。再过2天就国庆放假了，打算去哪玩呀？我打算去西乡找江景。苏媛想都没想直接说道。刘瑶沉默了，内心咬牙喊道，江景，你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天大的好事，能遇到苏媛这么好的女孩？古色古香的芙蓉谷镇上，江景穿梭在人群中，朝贯穿整个芙蓉谷镇的大瀑布走去。一路上有不少化着淡妆，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的女学生朝自己看去，不过我全然不在意。自从出来写生后，我的脑海中就会时不时出现苏妍的身影，我觉得自己好像中毒了，中了一种慢性的毒。夜晚，我清点完队伍里的人数后，回到房间，掏出手机准备和陆潇报告一下，结果就先看见了苏媛发过来的消息，今天我在学校附近发现了一家很好吃的披萨店，等你写生回来后，我带你去尝尝呀。下一刻，我快速的打字道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回来，没看见你的消息，有时间去尝尝你说的披萨店。江景，那个你还在红树林写生吗？没有，现在在芙蓉古镇，是那个挂在瀑布上的古镇吗？听说那里的夜景很漂亮，你能拍一张照片给我看吗？看着苏媛提出的要求，我沉默了片刻，然后打开窗户，挑选了一个比较好的角度，拍了一张照片发了过去。好漂亮，好想亲自去看看呀。你也累一天了，我就不打扰了，早点休息吧，晚安。自从拍完照后，我就一直没离开窗户，外面微微吹过的冷风把我吹清醒了几分。这些天，两人不管有没有聊天，苏媛都会雷打不动的给我发早安和晚安。对于之前苏媛发的晚安，我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情绪，并不想或者说不敢回，但今天突然想回个晚安了。看到我发过来的晚安后，苏媛的傻笑了几声，才把手机放到了床头柜上睡了过去。翌日，苏媛一整天都不在状态，总是双手捧着下巴，傻笑的发着呆。最后一节课刚上完，立马就冲进了厕所，
换了一身黑色短 T 恤和蓝色牛仔短裤，明明是简单的搭配，穿在她身上却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。3个小时的奔波后，苏媛成功抵达古镇，酒红色的天空也已经彻底暗淡了下来。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先找个地方住下，之后再给他发个消息。要是他还没睡觉，正好把他约出来。另一边，我刚点完队伍里的人数，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看着清晨6点钟发过来的早安，嘴角微微上扬了起来。这时，原本被芙蓉古镇夜灯照得干亮亮的天空，突然下起了大雨。这场大雨打得苏媛措手不及，她躲在了一家能站人的屋檐下，伞放在行李箱里面，根本来不及拿。雨下得太大了，房间里的我翻了一个身，走下床来到了窗前，自己总是会忍不住打开手机看一眼，硬是睡不着。苏媛看着远处那道躲在屋檐下的高挑倩影，我几乎可以确定那就是苏媛了。出门怎么不带伞了？傻乎乎的，这晚上还怪冷的嘞。苏媛吸了一口冷气，也不知道这个雨还要下多久。她生无可恋的靠在墙壁上，来芙蓉镇了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看着她微微抖动的样子，我尽量把自己的语气控制得温柔了一点，耳边响起了熟悉声音，让苏媛猛地抬起头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苏媛的脑袋一片空白的呆怵在原地，发什么呆？衣服都湿透了，不怕感冒啊？我把自己的外套递给她。苏媛脸上残留的雨水让她看上去楚楚可怜的。苏媛回过神来，连忙接过外套套在了自己的身上，一股暖乎乎的感觉蔓延了全身。这一刻，她内心突然产生了一丝委屈，非常想在江景面前发泄一番。看这个雨势会越下越大，你要不先去我住的地方待会儿？我语气非常平淡的问了一句。好呀，苏媛想都没想，直接点头答应。能去江景住的地方，她开心的嘞。紧接着她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连忙捋了捋头发，然后语气忐忑的问道：我现在是不是很丑啊？我听后一整个无语住，实在没想到他会问这个。你要是还傻站在那，我就先走了。别啊！苏媛着急的跑进伞里，同时手朝伞柄过去，下一秒俩人手就握到了一起。不小心的，苏媛连忙把手收了回去，颤颤的笑了笑，跟着自己朝远处的民宿走去。5分钟后，苏媛满眼好奇的打量着自己的房间，虽然这只是我临时住的，但房间依旧很干净。我拿了一把椅子放到了苏媛面前，示意她坐下休息会儿，又给她端了一杯热水。苏媛笑意盈盈的准备坐下时，像是察觉到了什么，皱眉问道：江景，你衣服怎么湿了？我愣了一下，然后随便找了一个理由。出门的时候，雨伞不小心打翻了一下，把衣服淋湿了。实际上是这一路上我把伞都挪到了他那边，衣服才湿了的。你说是伞不小心打翻了才把衣服淋湿的，那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衣服只湿了右边那一半？我听后，拿起桌子的抽纸巾递给他道：擦擦头，主打一个已读乱回。苏媛见状，没有继续追问下去，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明明就是怕我淋雨。既然他不想说，我就不逼他了。要呀，为什么不要？苏媛拿过我手里的抽纸巾，然后抽出几张叠放在一起，擦拭起了湿漉的长发。看着他白皙修长的脖颈以及精致的锁骨，我的心跳不由得加快了些。我赶紧移开目光，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。我后面的头发擦不到，要不你帮我一下子？苏媛擦着擦着，突然一个转头大胆问道。我听后眼皮微微抖动了一下，又忍不住看向了苏媛精致的锁骨。那个衣服湿了，我先去换一下。他看着在行李箱前慌乱找着衣服的我，很热情地问道：要不要我帮你啊？你擦你的，不用管我。我连忙制止了他，接着随便拿起一件衣服就跑进了卫生间。我是魔鬼吗？这么怕我？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江景这副慌乱的模样，还别说，蛮可爱的。卫生间内，我换好衣服后又洗了一把脸，希望可以让自己冷静下来。结果刚一出卫生间，苏媛马上就走了过来，绕着我转了一圈，夸赞道：这件衣服比刚刚更帅。我轻轻吸了口气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很平静。雨已经停了，我带你去找住的地方吧。你这就要打算赶我走了吗？苏媛装作可怜兮兮的撅了撅嘴道。我听后愣了一下，什么叫赶你走了？难不成你还打算来我这里不走了吗？可以吗？我可以铺地板呀，我睡觉很老实的，你放心。苏媛期待地问了一句：你到底走不走啊？要是再不走就真的要流落街头了，那就辛苦你带我去找住的地方。作为报酬，明天我们一起吃早餐怎么样？我请客。因为国庆的缘故，两人找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是在附近找到了一家还没被住满的酒店。苏媛洗完澡的第一时间就是朝沙发跑去，然后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，看看江景有没有给他发消息。当看到我给他发的一句晚安后，苏媛清澈的瞳孔立刻就散发出了耀眼的光芒。要是自己没记错的话，这是第2次了吧？开心劲过后，他又遗憾地撅了撅嘴，怎么就晚安睡觉了？我还有好多话要和他聊呢。从外面回来后，我接了一杯热水，准备暖暖身子。衣服湿了这么久，希望苏媛不会感冒吧。第2天清晨，都1个小时了，也不知道江景醒了没有。苏媛靠在民宿的大门上，嘟嘴掰着手指。这时从楼梯上走下来一个男生，直直地朝苏媛走了过来，询问道：苏媛嘛，你是？他疑惑道。本来他是不打算搭理对方的，但出于礼貌，还是习惯性地回应了一句。男生微笑道：我是和江景一起来写生的，你是在等他吗？见你等挺长时间了，要不我帮你叫一下？苏媛眼睛一亮，开口道：可以吗？太谢谢你了，你真是个好人。没事的，不用谢，麻烦你等一会儿。说完，男生就跑上了楼，敲响了我的房门。大概等了1分多钟，我扶着栏杆出现在了楼梯口，只不过脸色苍白了许多。苏媛赶忙跑到我面前，伸手准备摸向我的额头，还关心地问道：你生病了？我看看是不是发烧了呀？不用，一点小感冒。我比了一个制止的手势，然而下一秒我就猛地咳了2声。苏媛见状，连忙用手扶住我的手臂，一脸关心道：走吧，我陪你去医院看看。我摇了摇头，把手臂从苏媛光滑的手上抽开，真的不用，我去楼上喝点感冒灵就好了。苏媛听后生气地说道：
道：“不行，你今天必须跟我去医院，要不我就一直黏着你。”说话间，身体又往我身上靠了靠，这可以说是他至今为止对我做过最大胆的一件事了。我实在拗不过他，只好答应下来了。30分钟后，芙蓉古镇第一医院，你在这里坐会儿，我先去给你挂个号。苏媛温柔地对着大厅里的我说道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我脸上闪过一抹微不可察的笑容。生病的时候，身边能有个人陪着也挺不错的。等再次回到民宿的时候，已经12点多了。挂了2瓶退烧液后，自己的身体已经好多了。在床上躺了会儿，我就爬了起来，从背包里拿出手画本和画笔。没一会儿，一道曼妙的声音就出现在了纸上。10分钟后，开门的声音响起，我连忙把手画本藏进了枕头下，然后装作一脸平静的样子看着手机。下一秒，苏媛就提着一个包装袋走了进来，过来吃午饭。苏媛打开袋子，拿出了2个打包盒。生病了，医生说喝点清淡的比较好，我就给你买了南瓜粥，就算不喜欢喝，也凑合着喝吧。你怎么也喝这个？怎么不买点自己想吃的呀？我诧异的问道。难道我不能吃吗？苏媛故意瞪大漂亮的桃花眼，嘟嘴道。本来苏媛挺想尝尝桂花鱼的，但江景生病了，只吃点清淡的，所以就选择了和他吃一样的午餐。我没有说什么，一口咬了一勺南瓜放进口中。虽然苏媛没有说，但我还是能猜个大概。真是个傻姑娘呀。几分钟后，苏媛收拾着吃完的垃圾，顺便倒了一杯热水给我。我接过水杯，轻轻喝了一口。今天国庆，外面挺热闹的，要是没什么事，你就出去逛逛呗。好不容易来一回，你这就赶我走了？苏媛清澈的双眼瞪得很大，一脸不可思议。这不是纯纯工具人吗？见对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，我连忙解释道：我困了，想休息一会儿。那你去睡觉呀。苏媛眉开眼笑道。他就知道江景不是这种人，所以根本就没有要离开的打算。我听后脸一下子僵住了，我都说了要睡觉了，他怎么还不走？难不成打算看着我睡觉？这时苏媛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，拍了拍胸口，放心，我不会在你睡觉的时候对你干嘛的。我无奈地说了一句，随便你后躺到了床上。刚刚袭来的困意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。苏媛得到江景的同意后，坐到了椅子上，接着很投入地看起了手机。实际上这都是他故意为之的，为的就是怕一直看着我会睡不着觉。我见他一直趴在桌子上看手机，逐渐放下心来，紧接着眼皮越来越重，一会恍惚间睡了过去。苏媛发现我睡着了，就趴在桌子上静静地看着我。渐渐的，他也散起了一丝困。1个小时后，我缓缓地睁开了双眼，刚爬起来就看到了旁边同样睡着的苏媛。一阵微风从窗户吹进来，扬起了她菱角的几缕秀发，有种凌乱的美，只看一眼就难以忘记的美。我忍不住掏出了藏在枕头下的手画本和画，把这美好一幕记录了下来。随后我下了床，拿了一件外套朝他走了过去。睡着的样子乖多了，把手里的外套轻轻披在了他肩膀上。这时他长长的睫毛微微颤了颤，然后没几秒就睁开了清澈的双眼。江景，你醒了呀？我眼里闪过一丝慌乱，开口解释道。那个，我怕你万一感冒了，回头怪我。我可解释不清楚，所以就……苏媛忍不住发出了的笑声。某人明明就是关心我，还要找一堆借口解释。那个垃圾满了，我去楼下倒个垃圾。为了掩饰慌乱的情绪，我赶紧转移话题。你生病了，还是让我来吧。苏媛跑了过来，准备把我手里提的垃圾袋抢过来。不用，我来吧。睡了一觉，整个人感觉好多了。要是什么事都让你干，那我不纯成废物了吗？那我和你一起去。苏媛从裤兜里拿出一张餐巾纸，笑眯眯的在我面前晃了晃。出去的时候碰到好几个从外面回来的美术生，他们看着自己身边的苏媛，一脸震惊。我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，把手里的垃圾袋扔到门口的垃圾桶里后，就回自己房间去了。至于旁边的苏媛，在路过这几个美术生时，还面带笑容的和他们打了一个招呼，有点宣示主权的意思。江景，你是不是很怕别人误会我们的关系是？苏媛眼底藏着一丝忐忑，故作随意道。我回到房间，刚拿出画纸，准备把它夹在画板上，结果他的话直接把我问愣住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苏媛见状，清澈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失落，心里安慰到自己，比起之前的爱答不理，现在不是已经好很多了吗？他轻轻吸了口气，脸上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，问道：你这是打算画什么呀？要不画我好吗？我给你当模特。我听后突然想起自己趁人家刚刚睡着的时候偷偷画人家，内心不由得心虚，回答道：不用了。对于我的拒绝，苏媛一点都不意外，搬了一把椅子坐到了我旁边。江景，有女生陪你画过画吗？有啊，我母亲。我一边调试着颜料，一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。原来是阿姨啊，那没事了。苏媛松了一口气，继续问道：阿姨不算，还有其他女生看过吗？看着她那期待的目光，我轻轻点了点头道：当然有啊，还有啊。苏媛听后，表情一下子就变得沮丧了起来。我盯着她看了几秒，最后低声说了一句：就是你。然后就拿起画笔，往已经调好颜色的调色盘里沾了一些颜料，开始在画纸上作画。苏媛听后先是愣了一下，紧接着白银的脸蛋上浮现出了绚丽的笑容。她依旧是第一个开心。这些天，我和苏媛一直保持着微信联系，但我始终想不明白，每次我表示认同的回一句她就逐渐没音了，这让我挺纳闷的。此时在学校的林荫小路上，苏媛正挽着刘瑶的胳膊，一脸委屈的把头靠在对方肩膀上。小瑶，好烦啊，干嘛了？还不是因为江景，你们相处的不是挺好吗？每次聊到江景，你脸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。苏媛嘟着嘴，把对我的怨念全倒了出来。江景不是话少吗？所以我就故意找一些话题跟他聊天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他只会回恩啊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把天聊下去。刘瑶听完笑得合不拢嘴，不知道，没想到江景这么不会聊天啊，笑死我了。小袁，真是为难你了，你别笑了。
快帮我想想办法呀！苏媛只能通过手机和我联络感情，急得不行。刘瑶收住笑意，摸着下巴思索了一阵，眼神里透出一丝狡黠。我有一个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既然他这么不会聊天，你就试图让他主动找你聊天呗。可是从来都是我主动找他聊天的，这你不用担心，我有办法让他将仅主动找你聊天。刘瑶一脸胜券在握，随后对着满脸期待的苏媛吐出2个字：魅力。此时的舞蹈室内，苏媛正为了对付我，在刘瑶的诱导下进行着一场特别的拍摄。她扎着丸子头，黑色露腰吊带勾勒出精致的锁骨，紧身舞蹈裤衬托出修长的腿部曲线。小瑶，好了没？苏媛有些羞涩地问。刘瑶却不满意，你太保守了一些，要不再换几个姿势，就比如这样。她示范了一个腿八字的坐姿。苏媛脸颊泛红，纠结道：这样会不会显得太刻意了一点呀？不会，一点都不会，男孩子就喜欢这样的。刘瑶一边说，一边坏笑着把她的吊带往下拉了拉。苏媛惊得赶紧按住她的手。刘瑶调侃道：我说小媛啊，你不露一点，怎么钓到江景主动和你聊天啊？在刘瑶相信我的目光下，苏媛还是羞耻地摆好了姿势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刘瑶连按快门，真是便宜江景了，要不还是别拍这张了。一听这话，苏媛急了：小瑶，你还是拍一张吧。刘瑶假笑一声，心想江景你真该死啊。随后打趣道：真是服了你了。刚刚还一脸娇羞不同意，这还没过几秒呢，就变卦了。苏媛仍有些担心：小瑶，你说江景会喜欢这些吗？万一他以为我是一个随便的女孩子怎么办？他敢？刘瑶霸气回应。下课后，苏媛怀着忐忑的心情发了一条仅我可见的朋友圈，便躲进浴室洗澡去了。而此时的我正忙着查寝，经过一个房间时，里面传出的怪笑让我停下脚步。里面在搞什么？我推门而入，你们干嘛呢？我看着2个神色慌张的学生问。没干嘛，他们拼命摇头，眼神却很心虚。最后一个学生凑过来猥琐的笑问：江景，你喜欢腿部？嘿嘿，这些可是我花不少钱搞来的，要不要一句话？我直接发链接给你。我看了一眼，脸色有些不自然，我就不看了。我转身离开，身后隐约传来他们的议论：江景都有苏媛那个级别的校花女友了，哪还需要看这些？人家可是舞蹈生，那身段和柔韧性，各种高难度动作都不在话下。回到房间，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刚才那惊鸿一瞥。洗漱完躺在床上，我习惯性翻看和苏媛的聊天记录。都10点半了，这平时总爱轰炸我的丫头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她到底在干嘛呢？我满心好奇地点开她的朋友圈，下一秒我瞳孔骤缩，照片里她穿着紧身舞蹈服，曲线玲珑，尤其是那紧绷的长腿，散发着难以言喻的魅力。我反复看了好几遍，心跳莫名加速，忍不住点了个赞，随后又做贼心虚的赶紧取消了。自从看了苏媛发的那条朋友圈，我的心就乱了。我甚至跑去洗手间连续洗了2次脸，试图冷静下来。她以前从不发朋友圈，今天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最让我难受的是，一想到那些照片会被其他男生看见，我就觉得心里堵得慌。她的好友列表里到底有多少男的？正烦躁着，手机里弹出了她的消息：江景，我今天又被数学老师针对了。明明我对数学一窍不通，他却总是叫我起来回答问题，又是丢脸的一天。我心不在焉的打字回复：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们班的数学老师不是故意要针对你，而是觉得你数学成绩太差了，督促你进步呢？他接着跟我吐槽老师在讲台上偷笑，但我满脑子都是朋友圈的事，回话变得越来越简短，连发了2个苏媛显然感觉到了我的敷衍，发了一个委屈巴巴的表情。我犹豫再三，终于忍不住想打听清楚，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他发来一个大吃一惊的表情。不行就算了，你想问100个都行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搬出了想了很久的借口：你微信好友有几个男的？陆潇老师不知道搞什么，让我想调查一下女性好友列表里男女好友占比的问题，好像是他上大学的弟弟要做一个相关的课题，要用到这些材料。见他半天没回消息，我以为他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心里一慌，赶紧补了一句：要是你觉得麻烦的话，我就去找其他女生问问。没想到这句话似乎刺激到了他回复的速度快得惊人，100多个，100多个。我盯着那个数字，整个人都懵了，心里的酸意瞬间翻倍。一想到那张照片被100多个男生盯着看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我自嘲地把手机扔到一边，闭上眼想强迫自己睡觉，可心口那股闷毒感怎么也挥之不去。就在我胡思乱想时，手机屏幕再次亮起，我迟疑了片刻，还是拿了起来。骗你的啦，我微信好友男的就3个，一个是我爸，一个是我弟，至于最后一个正跟我聊天呢。看到最后那行字，我原本紧绷的心弦竟莫名其妙的松动了。得知苏媛那条朋友圈只有我能看见，原本堵得慌的心瞬间顺畅。我还没意识到这种强烈的占有欲，只是沉浸在某种愉悦中，对着手机反复纠结，最后维持高冷的回了一个“哦”字。苏媛显然被气到了，甩过来一句：我困了。我以为他是真的累了，体贴的回道：困了，那早点休息。结果他回了个翻白眼的表情。我看着那个可爱的小猫表情包，想起自己以前也养过流浪猫，罕见的主动回了一句晚安。没多久，手机又亮了，他发来几张照片，随几秒撤回，解释道：不好意思，本来是要发给小瑶的，不小心发错了。这种刻意的失误我一眼看穿，他分明是怕我不看朋友圈，特意发给我看的。我没回消息，嘴角却忍不住上扬。10月中旬，我回到了江城，刚出站，苏媛就出现在人群中，白色鸭舌帽遮不住她的明媚，她兴奋地朝我挥手：江景。我愣在原地，身后的同学们满脸羡慕，陆潇老师更是丢给我一个调侃的眼神。为了躲开大家的起哄，我没坐校车，带着苏媛走向出租车区。江景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学校附近有一家很好吃的披萨店吗？有点印象，那
那这周末我们去尝尝怎么样？我故作淡定，我要看一下有没有时间。看他眼神暗淡下去，我才补了句，大概率是有时间的。他立马又喜笑颜开。打到车后，我正想坐副驾，苏媛却急忙拉住我，江景，怎么了？他支支吾吾说，副驾驶不安全。见我不信，他又胡编了一个副驾驶老婆专坐，外人坐会被暴揍的故事，强行把我拉进了后排。苏媛，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副驾驶为什么不安全吗？他红着脸应承，我刚刚说的那个副驾驶只能女朋友或者老婆坐，其实还有后续。有一个女生得知自己老公的副驾驶被一个陌生女性坐了之后，你猜怎么着？她居然找了一大群人把她老公和那陌生女性给暴揍了一顿。江景，你说这副驾驶安不安全？我被逗笑了，无奈摇头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那坐副驾驶的是小三呢？我怎么知道？反正副驾驶很危险。我看着他，苏媛，你觉得我像小孩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就好奇问一下，你怎么会是小孩呢？明明是个帅波。在出租车上，苏媛总是不动声色地往我这边凑，原本隔着一个人的位置，渐渐被他拉近，直到肩膀只差2公分就要贴在一起，一股好闻的淡香扑面而来，让我有些局促。他故意的吧？我心跳快了几分。他正兴致勃勃地分享学校趣事，我却有些心不在焉，视线总是不自觉地扫到他露在牛仔短裤外的长腿，又赶紧尴尬地挪开。自从上次刘瑶被我6比0拿下后，他就不跟我打羽毛球了。现在我急需一个球友，你考虑一下呗。刚好明天上午就有体育课。他凑在窗边嘀咕着，见我不回答，疑惑地转过头来。恰巧出租车在这时猛地一个大转弯，苏媛避让不及，整个人直接朝我撞了过来。下一刻，他的脸直接埋在了我的腿上，我整个人僵住，大腿上传来的触感让我呼吸一滞。看着他那头乌黑略显凌乱的秀发，我有些不自然地开口，你没事吧？苏媛慌乱地抬起头，红着脸挽起耳边的碎发，没事。接下来的路程，车厢里安静的吓人，只有我们彼此失控的心跳声在反复回荡。20分钟后，我取下行李箱准备进小区，却发现苏媛也跟着下了车。我愣了一下，心想她不会是要跟我回家吧？我刚好要在这附近买些东西。她笑着指了指四周，目光顺便扫过了家和小区4个大字，买东西。我有点意外，就是去买一些日常要用的东西。她见我只是礼貌回应，并没有多聊的意思，有些强颜欢笑的告别，要是没什么事情我就先走了。看着她的背影，我心里莫名揪了一下。她为了接我特意请假，我如果不表示一下，似乎太冷漠了。苏媛，我喊住了她，怎么了？她惊喜地转头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陪你去。江景，你今天好好。她眼睛里亮起了光。我先把行李箱放到保安室去，我不急的，你把行李箱放回家再回来也没关系。不用。我快步走向保安室，其实不请她回家，主要是我锁，万一被我妈撞见，这事儿可就解释不清了。在大超市里，我推着购物车跟在苏媛身后，她心情极好，像只欢快的小鹿。江景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巧克力棒超级好吃哎，上次我熬夜看电视剧，足足吃了3盒，还有这个草莓酸奶小饼干也很好吃。她一边往车里扔零食，一边期待的回头问，你有喜欢吃的零食吗？没有。那喜欢的饮料呢？她晃了晃手中的雪人，没有。那坚果呢？我再次摇头。虽然逛得很累，但看着她那股兴奋劲，我也由着她把购物车塞满。就在我们朝收银台走去时，货架后突然走出一个化着淡妆的中年妇女，这不是小敏家的儿子江景吗？他旁边的女孩子是坏了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我提着2大袋零食走出超市，刚想松口气，苏媛却俏生生地拦在我面前，眨着眼说，我还想买一些水果。我眼皮一挑，说实话，真的累了。我故作疑惑地回答，刚刚超市不是有吗？超市的水果哪有水果店的好呀？他理直气壮。我沉默了2秒后，他扑哧笑出了声，跟你开玩笑的了，再过1个小时就要上舞蹈课，我还得回家换衣服呢。我如释重负，右手腾出空来掏手机，那我给你打一辆车吧。看我动作这么利索，苏媛委屈地撇了撇嘴，把脸别到一边不理我。2分钟后，他终于忍不住回头喊我，江景，车到了，你该会不是还有舞蹈课吗？快上车吧。我这人反应比较直，没多想就催他。苏媛娇哼一声坐进后排，我把那2袋所谓的日常用品递过去，他却笑着摇头，这些零食都是我平时比较喜欢吃的，都送你好了，很好吃的，不骗你。我愣住了，还没等我拒绝，他就关上车门，隔着车窗朝我挥手，我先走了，明天见。看着远去的出租车，我自嘲地笑了笑，提着零食回了家。我妈不在家，这让我松了口气，要是让她看见我拎着2大袋垃圾食品回来，指不定要怎么审讯我呢。我洗了个澡，刚在沙发上躺下，门口就传来了我妈欢快的声音，今天的运气真不错，快结束时连续胡了好几次，下次一定要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。她换好鞋正往厨房走，猛地瞧见沙发上的脸，先是一愣，随即惊喜地跑过来，小景，你回来了。妈。她上手就捏我的脸，满脸心疼地说，当时你要去写生，妈妈都说陪你去了，你偏偏不同意，瞧瞧你现在瘦的。我习惯性的摆烂闭眼，她又抱怨我回来不打招呼，我只好改口哄她，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？果然老妈瞬间笑逐颜开，虽然嘴上说着没准备菜，但她马上提议等我爸回来一起去吃大餐。这时她的手机响了，她走到窗边接听，电话那头显然是她的麻将搭子小敏，你家江景是不是写生回来了呀？对啊。不对，你怎么知道小景回来了？我才刚知道啊。我妈一脸纳闷，我在超市里看到她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预感到大事不妙。电话里的女生带着浓浓的八卦味，你猜我还看到了什么？别卖关子。我妈翻了个白眼，你儿子不是一个人去超市的，身边还跟着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吗？什么？我妈的声音陡然拔高，那眼神唰的一下就扫向了我。我躺在沙发上，被老妈突如其来的一声惊叫吓得手一抖。没2分钟，她挂了电话就满脸堆笑的跑过来，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围着我打转。妈，你还要盯着我看多久啊？她盯着我问，那你回来后有去天虹广场附近的超市吗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面上却不动声色。没。为什么这么问？看来陪苏媛逛超市还是被熟人撞见。老妈坐下来挽住我，提到了柳莹，我赶紧把手抽回来，往旁边挪了挪，看错了吧？
他还说你旁边跟着一个漂亮小姑娘呢。我强压住加快的心跳，故作镇定。那柳姨肯定看错了。老妈叹了口气，一脸大失所望，嘀咕着还想八卦一下。正当我以为过关放松警惕时，她突然冷不丁地问了一句：“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字呀？”苏，我差点脱口而出，反应过来后连忙摇头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又没去超市。该死，老妈这招引蛇出洞玩得太溜了。小景，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呀？刚刚听你说好像是叫苏什么。老妈笑得像只狐狸，我只好使出终极逃避大法，我不知道。妈，我还有作业没写完，先回房间了。身后传来老妈响亮的喊声，都高3了，有喜欢的女孩子很正常，害羞什么呀？回到房间，我赶紧把装零食的袋子塞进衣柜，躺在床上，我有些懊恼，明明清清白白，我到底在心虚什么？可苏媛的身影却总是不受控制的在脑海里打转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刚要出门，老妈又笑呵呵的拦住了我，从冰箱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，女孩子不都喜欢吃甜品吗？妈妈在里面放了一个提拉米苏，你给那个小姑娘带去，在学校上课耗脑，课间休息的时候刚好可以补充一下。我一阵头大，还在做最后的挣扎。妈，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？我昨天没去超市，哪有什么小姑娘，就那个姓苏的姑娘呀！我彻底无语。老妈还特意叮嘱我，小景呀，这个不用说是妈妈准备，你就跟人家小姑娘说，这是你特意为她准备的就好。妈，你够了，你居然凶我！老妈瞬间戏精上身，假装抹起眼泪。小景长大了，说什么都在理。面对这种攻势，我只能举手投降，接过盒子，好，给我。逃离家门后，我拎着这盒沉甸甸的提拉米苏，自言自语道：今天便宜钱军这小子了。时隔15天回到学校，校园里的一切都没变。我刚在后排坐下，前排睡觉的钱军猛地磕了一下下巴，醒来一回头，瞬间扯着嗓子喊开了：江景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想死兄弟我了！他这一嗓子，直接让我成了全班的焦点，耳边全是窃窃私语。昨天苏媛特意请了下午的假，去车站接江景了。表白墙上说的是真的，他们已经在一起了吗？我无奈的扶着眉心，只觉得头大。钱军还凑过来坏笑：江景，你揉眉毛干嘛？昨天没睡好。我听别人说昨天苏媛去动车站接你，真的假的？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不说话那就是真的了。你们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？有没有？滚！我没好气的打断他。这时王晴走了过来，他利用课代表的身份，硬是用抄单词和请家长把钱军吓跑了。他拿着本子递到我面前，笑容甜得发腻。江景，你去写生了半个月，肯定落下了不少功课，这是你去写生这些天关于各科目重要的笔记，我相信对你有帮助，给你。想到他上辈子那些极端的行为，我依旧毫无好感，头也没抬。不需要。他愣在那，一脸不甘心。我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能麻烦你别在我耳边吵吗？第2节下课，我路过5班，苏媛正蔫头耷脑地靠在刘瑶肩膀上喊饿，可一抬头看见我，他那双桃花眼瞬间亮了，笑靥如花地朝我挥手。江景，我轻轻颔首回应，随后往楼下走去。没一会，苏媛和刘瑶2道身影急匆匆地从我身边跑过，直奔小卖部。我听到他说快饿死了，下意识地喊了一声苏媛，他像是被施了定身法，立刻停住脚步。刘瑶在一旁催促：小媛，你肚子不是饿了吗？先别理他了，我们先去小卖部。可苏媛却温柔地摇了摇头，满眼期待地看着我，他应该是有重要的事情跟我说。我不急的，先等一下。刘瑶盯着我的眼神怒冲冲的，我也挺尴尬。看来苏媛这位闺蜜对我意见不小。苏媛拉了拉刘瑶的手臂，示意她别这样，转头笑着问我：江景，你喊我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我轻咳一声，从书包里掏出那个精致的盒子，这个给你。她显然没想到我会送东西，惊讶地接过，歪着头打量，这是什么呀？我目光有些不自然，低声应了句：吃的。说完我赶紧擦肩而过，朝操场走去。这提拉米苏本是给我妈交代的任务，本想给钱军，但听说她没吃早饭，我心里挣扎了一下，还是递了出去。身后传来她清脆的喊声：江景。我没回头，但我猜这丫头肯定以为是我特意包装的，正躲在那偷笑呢。回到教室，苏媛把那盒子当宝贝一样，拆个绳子都慢吞吞的。刘瑶在旁边看傻了，翻了个白眼：小媛，你拆炸弹了？刘瑶，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粗鲁？苏媛反驳道：这是江景特意包装的盒子，我当然得认真拆了。刘瑶气得点他额头，服了，饿死你吧。盒子拆开，苏媛一脸护食的盯着刘瑶：刘瑶，这个可不能给你吃哦，如果你想吃的话，我下次给你买一个，不，2个怎么样？可是我就想吃这个怎么办？不行，一口呢？一口也不行，这个是江景给我的，只有我能吃。他美滋滋的吃着，还不忘碎碎念：刘瑶，这个好好吃。刘瑶，你说江景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蛋糕呀？刘瑶，你觉得江景现在是不是开始关注我了呀？刘瑶最后干脆拿书捂住耳朵，显然是被江景这2个字听腻了。写生回来的美术生都无精打采。陆潇布置完任务后，我就借口上厕所溜到了羽毛球场。球场边坐满了看美女的男生，我就站在角落里默默看着。场上，苏媛正跟刘瑶打个火热，舞蹈生的柔韧性让她每个扣杀都像在跳舞。场外的女生很快发现了我，快看，江景嘞，他怎么来了？苏媛听到动静，回球的间隙朝我惊喜的笑喊：江景。我平静的朝他点头回应，心里却莫名起了一丝慌乱，因为一直分心看我。他的比分很快被刘瑶追了上来。到了赛点，苏媛还是一边打球一边瞄我，结果在往后接球时，脚下猛地一碾，重重摔在了地上。我眼神一凝，立刻迈步朝他走去。刘瑶吓坏了，穿过球网跑过去：小媛，你没事吧？苏媛疼得倒吸凉气，却还是仰头笑着。
没事，就是脚扭了一下。周围的男生也围上去献殷勤，问他疼不疼，要不要去医务室。可苏媛像没听见一样，那双清澈的眼睛始终穿过人群，紧紧盯着朝他走过去的我。疼不疼？我走进人群，看着正揉着脚踝的苏媛，语气里带了点掩不住的关心。他愣了几秒，眼神有些飘忽。疼不疼？我一头雾水，这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的。他红着脸小声憋出一句，就是有点疼的意思，接着就把头埋进了膝盖。周围男生的眼神简直能把我刀了，刚才那么多人关心他都不理，我一开口他就害羞。刘瑶在旁边看不下去，推了推苏媛，小媛，我扶你去旁边的椅子上休息一会。刘瑶假装用力拽了半天，无奈的看向我力气好像不够大，有点扶不起来，要不将军你帮忙扶一下。苏媛也一脸期待的看着我迟疑片刻，伸手把他扶了起来。他很轻，扶着他往休息椅走的时候，他会有意无意的往我身上靠，淡淡的清香扰得我心跳有点快。坐下后，我强装镇定的问，脚扭的严重吗？要不要去医务室看一下？要。他果断点头，还倒吸了一口凉气。现在去还是休息一会再去？现在去。他眼神坚定，我主动扶住他的胳膊，刚走2步，他脚下一软，整个人差点跌坐在地。我赶紧用力拉住他，你没事吧？他低着头，声音细弱为泥，就是脚疼的有点走不动了。我提议道，你站好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医务室拿个轮椅过来。我还没走，他就一瘸一拐的拉住我，倔强道，不用去医务室拿轮椅了，我觉得我还能坚持。你确定？我有点不解。走到综合楼楼梯口时，他又停住了，疼。我赶紧蹲下，语气有些焦急，让我看看。不要。他撒娇似的护住脚踝，我盯着他看，僵持了10几秒，他才红着脸把校裤往上拉了拉。近距离看那白皙的小腿，冲击力确实不小，但我更纳闷了，你把裤子拉这么高干嘛？我是看你的脚腕，不是看你的腿啊。他羞得直接趴回膝盖上。就在他想脱鞋检查时，我赶紧拦住，等。我平复下心跳问他，你还能坚持吗？不能。他委屈的撅着嘴，那怎么办？要不你背我上医务室吧。我脑袋空白了几秒，四下看了一眼，发现没人，只能点头答应。你现在能站起来吗？你扶我的话，能站起来。我扶起他，那种细腻的触感让我心里酥麻麻的。我转过身，缓缓蹲下，你可以上来了。那我可就上来了。他趴到我背上的那一刻，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往脸上涌。在苏媛趴到我后背的一刹那，我整个人都僵住了，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触。他双手环抱着我的脖子，脸蛋轻轻贴在我的肩膀上，呼吸间满是淡淡的玫瑰花香。我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在疯狂加速，甚至因为双手托着他，连拨开贴在鼻尖的那缕发丝都做不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平复着紊乱的呼吸，迈步朝3楼走去。江景，你以前有背过其他女孩子吗？没有。那我算第一个了。见我不说话，他又歪着头看我的侧脸。医务室在3楼，你一路背着我上去会不会太累啊？要不休息一会？不用，都怪我，平时不好好减肥，给你增加负担了。不然你背着我也不用那么累。要不你还是放我下来吧，就半层楼梯了，我能走上去。听着他嘀咕个不停，我故作冷淡的呵斥了一句，别讲话。其实这种被他依赖的感觉并不坏。好，我闭嘴。他乖巧的把脸埋进我背里，终于安静了下来。进了医务室，我小心的把他放在病床上，谁知放下的一瞬间，这丫头竟本能的勒紧了我的脖子，勒得我咳嗽连连。她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低头道歉，不好意思呀，你在这里休息一会，我去叫医生。我朝办公桌走去，却发现那位年轻的女医生竟然在睡觉。我敲了敲桌子，医生。女医生睡眼惺忪的抬起头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我同学受伤了。女医生打了个哈欠，刚要起身，看清我的脸后突然尖叫道，江景。我一愣，我并不认识她。她俏皮一笑，你是不是很疑惑我为什么会知道你的名字呀？拜托，你在江城一中很出名的好吧？她围着我打量了一圈，线下的长相比起表白墙上挂的照片好像更帅。我有些不自在的指了指后面，医生，我同学脚扭到了，好像挺严重的，你要不还是先去看一下？我这就过去，请叫我白医生。谢谢。白医生走到病床前，又是一声惊呼，苏媛。苏媛尴尬的打了个招呼，白医生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他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问道，你把江景追到手了？我其实挺磕你们俩的。苏媛羞红了脸，低头偷笑。白医生这才转入正题，差点忘了，还有正事要办，你哪只脚扭到了给我看一下。左脚。白医生又看向我，江景，把你女朋友的鞋子脱下来给我看一下伤情。愣着干嘛？快脱鞋啊！你不是说你女朋友脚伤得很严重吗？我还没从女朋友这个称呼中缓过来。见苏媛没反对，只能蹲下身子，当手握住她那只纤细的小脚时，我的手心微微出汗。江景，你发什么呆呀？把袜子也脱掉。白医生继续催促，我耳朵发烫，迟疑道，白医生，还是你来脱吧。白医生鄙夷的看了我一眼，亲自上手检查。片刻后，他一脸严肃，你女朋友的脚扭得有点严重啊，这些天你可要多费一点精力了，就是这几天她的活动你最好多扶着点，脚伤才能好得快，不然1个半月都不一定能好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趁我不注意朝苏媛眨了眨眼。苏媛会意，感激的看了他一眼，这哪里是医生，分明就是月老下凡。拿了药，我再次搀扶苏媛离开，走到楼梯口，我问，能下楼梯不？应该大概能吧？当然了，要是你能背我下楼就更好了。我无奈的叹了口气，再次蹲下身子，上来吧。好哎。背着他下楼时，他把头枕在我的左肩，温热的气息拂过耳畔。江景，我们现在去哪里？羽毛球场吗？你不会还想着去打羽毛球吧？可以吗？我沉默几秒，去班级也行，反正有你在，去哪里都一样。到了1楼，我松开手，下来。到楼下了，他有些委屈的了一声。我扶住他的手臂，叮嘱道，你脚受伤了，走路的时候腿迈小一点，不然很容易造成2次受伤。知道了。他乖巧的应着，眼神里却满是藏不住的笑意。这已经是我今天第3次背苏媛了，虽然应该适应了，但每次感受到他双手挽住我的脖子，脸蛋轻轻贴在我的肩膀上时，我的心跳还是会不由自主的加快。抱紧了，我轻声提醒，背着他稳步上路。
江景，你以前有背过其他女孩子吗？他在耳边轻声问，温热的气息弄得我耳朵有些痒。没有，那我算第一个了。我没接话，只是默默地背着他爬到了5楼。一路上，不少同学投来震惊又羡慕的目光。到了5班门口，我推门而入，把他扶到那个摆着小猫玩偶的座位前。你的座位在哪？我明知故问地掩饰着对他的关注。那边。等他坐稳后，他拍了拍旁边的凳子，你要不坐下来休息一会？不用了，要是没什么事情我就先走了。有事？他脱口而出，随后找了个牵强的借口。我一个人待在这里太无聊了。我扫了一眼周围正好奇打量的同学，无聊的话看书啊。说完，我顶着全班八卦的视线，转身回了画室，用最后一节课完成了陆潇布置的任务。盯着手机看了一会儿，想到他那扭伤的脚，我还是没忍住给他发了信息。你走路不方便，需要我去食堂打包一份饭菜送到你教室吗？需要，非常需要。食堂里人并不多，我琢磨了半天，最后打了红烧猪蹄、糖醋带鱼和苦瓜炒蛋。我想着猪蹄和带鱼有助于伤口愈合，而苦瓜清淡，应该符合他保持身材的要求。回教学楼的路上，我碰到了正急着去干饭的钱军，他一看见我手里的打包盒，感动得差点流泪。江景，你这是知道老吴脱课了，所以特意给我打包了午餐，果然是我的好兄弟。人长得帅不说还贴心，他伸手就要来抢，我侧身躲过，冷冷回了一个滚字，这不是给我的。我要是你现在就快速跑到食堂去打饭，不然晚了可就没位置了。我敷衍了一句，继续往5班走。此时的5班教室里只剩下苏媛一个人在窗边期待的张望。江景，他一看到我就兴奋地喊出声。我走进教室，把饭盒放在他桌上，你的午饭，你给我打了什么好吃的呀？他期待地凑过来，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，还给我搞神秘。他朝我做了个鬼脸，打开餐盒的瞬间，眉头却皱了起来。你的午饭呢？我老实回答，放班上了。你为什么不带过来，跟我一起吃呢？见我迟疑，这丫头瞬间戏精上身，桃花眼里立马浮现出一层水。我懂了，你不想跟我一起吃对不对？我有点无奈，我来你班级也没地方吃饭啊。怎么会没有？你可以在我的桌子上吃饭呀，我坐晴晴的位置就好了。他破涕为笑，眼睛亮晶晶的，你快去把打包盒拿过来，我们一起吃饭。他固执地盖上餐盒，一副你不来我就不吃的样子。你就是不想跟我一起吃饭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？看着他又要掉眼泪的架势，我彻底缴械投降。我现在去拿打包盒，快点哦，我在教室里等你。看来这一顿是避不开了。再次回到高3 5班，苏媛已经挪到了刘瑶的座位上，位置已经给你腾出来了。他笑嘻嘻地看着我，我心里有些不自在。迟疑片刻，把餐盒放在他的桌上坐了下去。他的桌面摆满了玩偶和收纳包，空气中飘着淡淡的玫瑰花香，凳子上还垫着软绵绵的坐垫。坐上去的那一刻，我甚至感到了一股微妙的酥麻感。让我康康今天吃什么？苏媛期待地打开餐盒，红烧猪蹄、糖醋带鱼、苦瓜炒蛋，感觉好好吃的样子。你喜欢就好。我轻描淡写的应道，喜欢，当然喜欢。他甜甜一笑，见我也打开了餐盒，他惊喜地喊道，跟我的午餐居然一样哎。随后他抽出筷子递给我，给你，我这有。我顺手从袋子里拿出另一双。苏媛的脸蛋瞬间僵住了，你怎么了？我不解地问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呵呵，没事啊，就是突然想到了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紧接着他开始发泄般的往嘴里塞米饭，把腮帮子撑得鼓鼓的。我正诧异地盯着他，他含糊不清地催促道，你别看我呀，快吃饭，待会要凉了。我低下头细嚼慢咽，我大概猜到他是因为我没接筷子在闹小情绪，但我只是觉得没必要多此一举。因为吃得太快，苏媛突然被呛得连声咳嗽，我赶紧打开水杯递过去，他猛喝了几口水，红着脸低下头，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你没事吧？他沉默了半天，不敢看我，只是伸出白皙的手掌，瓶盖给我。我把瓶盖放在他手心，他迅速旋紧水杯，一直沉默到快吃完，才忐忑地抬起头。我刚刚呛到的时候是不是很丑呀？看着他那副小心翼翼的样子，我忍不住脱口而出，有点可爱。什么可爱？苏媛瞬间阴转晴，惊喜地叫出了声。我有些慌乱，原来他刚才不说话是怕我觉得他丑。看着他又恢复了活力，我心里也轻松了不少。苏媛，你干什么？看到他又夹起一大团饭，我惊道，再呛一遍给你看呀。你不是说我呛到的样子很可爱吗？可是你也不必。咯，开玩笑的啦。他捂着嘴笑得花枝招展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好奇地凑过来，江景，你为什么一直吃苦瓜呀？为什么不能吃？你不觉得这苦瓜太苦了？苦瓜本来不就是苦的吗？我理所当然地回答。被我夸了一句可爱后，苏媛胃口大好，他盯着我餐盒里没动的红烧猪蹄，眼神馋得不行。江景，你不吃红烧猪蹄吗？还不等我回答，他又接了一句，要不我帮你解决一点。说着，他直接伸筷子从我碗里夹走了一块。我愣住了，这姑娘平时不是为了身材不怎么吃肉吗？看她吃得香，我干脆把餐盒往她那边推了推。要是你喜欢吃红烧猪蹄的话，这些都给你吃。真的吗？她惊喜地抬头，红唇上还沾着亮晶晶的汤汁。我忍住想帮她擦一下的冲动，点点头。她立刻当起了搬运工，把肉全扫进自己碗里，最后又像良心发现似的给我回了一块大的。还是给你留一块吧。不用，真不用。看着他那副你不吃我就全包了的遗憾样，我忍不住露出一丝笑意。最后，我甚至鬼使神差地夹了他碗里没动过的苦瓜炒蛋。看着他灿烂的笑容，我心里莫名有些愉悦。这算是我第一次吃女生碗里的菜吧。吃完饭，我刚要把餐盒拿去扔掉，苏媛又神秘兮兮地叫住了我。等一下，你过来一下，有个东西要给你。他从课桌底下的箱子里翻出一本黑白网格记事本递给我，给你，这是你写生这些天上课中比较重要的知识点，应该对你有帮助。我接过本子，他的字迹秀气漂亮。最让我意外的是，他在每个难点旁边都画了比着加油手势的卡通小人，还写着加油呀。我合上本子，难得露出一丝笑容，那我就收下了。这笔记对我来说蛮重要，我会认真看的。临走前，他又喊住我，等一下，还有什么事吗？让我再看你一眼。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被他弄得有些无语，却又不自觉地弯了嘴角。回到班级，还没坐稳，王晴又凑了过来。
过来。江景，今天杨老师讲的英语试卷有听不懂的吗？我可以重新给你讲一遍。不用。我皱起眉，想起前世他那些极端的行为，心里一阵恶寒。我不理他，翻开苏媛给我的笔记，看着里面那些可爱的卡通图案，我忍不住笑了。王晴见我盯着个本子笑，气得脸都歪了，站起来偷看笔记里的自己，瞬间破防档。这个记事本是谁的？他那质问的语气，像极了查岗的女朋友。我抬起头，声音比平时更冷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请你离开。他一脸委屈的跺脚离开，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下午放学，我一改常态没提前走，而是去了教学楼。苏媛正被刘瑶搀扶着走出教室，其实她的脚喷了消肿药已经好多了，却还在闺蜜面前装得挺严重。刚出教室，她下意识地往我班级方向看，没看到人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失落。随后她像是感应到了什么，低头往楼下看去。刘瑶，你赶时间吗？那你回班级再坐一会。不赶了。怎么了？苏媛打发走了一头雾水的闺蜜，一转身，走路姿势顺畅的完全不像伤员，飞快的朝楼下跑来，临走还不忘朝楼上的刘瑶挥手。刘瑶，我先走了，明天见，记得回班级待一会，再回去。看着她朝我奔来的背影，我无奈的笑了。这丫头为了见我连闺蜜都坑了。我走过去，率先开口道：经常跟在你身边的女生呢？你说刘瑶呀，她身体不舒服，前2节课就请假回家休息去。苏媛脸部红心不跳的编着草稿，顺便还捂住脚踝，配合的倒吸一口冷气。我蹲下身关心了几句，她却故作倔强的跟我挥手道别，明天见了。看着她那一瘸一拐的曼妙身影，我迟疑片刻，还是追了上去。你家住哪里？阳光小区。她一脸惊讶的看着我。我扶你回去，这不会太麻烦你吧？他语气虽在推脱，嘴角却快压不住了。一路上他嘴就没停过，一会儿说看我太入迷，差点撞上石墩，一会儿又感叹我长得比女孩子还好看。我大多时候保持沉默，毕竟他这些话我真不知道怎么接。到了公交站，他拍拍身边的长椅，江姐，你站着不累吗？要不坐下来休息一下？我看着远处，淡淡的回道：公交车来了。上车时我特意扶住他，小心一点。谁知他脚下一滑，整个人直接倒进了我怀里，那股温软的触感让我瞬间愣神，赶紧稳住他问：你没事吧？没。他脸色微红，眼神有些躲闪。车上人多，我扶他坐好后就拉着吊环站在一旁，他仰着头看我，眼神里全是那种藏不住的崇拜，甚至还往里挪了挪，腾出一半位置拍了拍。你坐这边来。见我用那种带着侵略性的眼神盯着他，他立马怂了，低头小声说：你要是不累的话，不坐也可以。看着他像只瑟瑟发抖的小绵羊，我心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。到了阳光小区，这丫头起身就想走，我眼疾手快的扶住她。你脚还受着伤，不需要人扶了。她身体猛地一僵，显然是刚才差点忘了自己还在演戏。我没拆穿，只是稳稳的扶着她的胳膊走下了车。江景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不能。我回答的毫不犹豫。这丫头每次露出这种眼神，准是在想方设法套路我。见我不答应，苏媛干脆耍起了无赖，站在原地不走了。我抽开手想走，她却急忙攥住我的手腕，掌心细腻微凉。那一刻，我看着她委屈巴巴的样子，心里莫名生出一种负罪感，仿佛自己做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。你有什么事想问的？说吧。她眼神瞬间亮了起来，忐忑又期待的看着我。我是说万一啊，要是刘瑶每天放学都没空，你会每天扶我回家，直到我脚伤恢复吗？我平复了下心跳，冷淡回应：没有万一。一路扶她到了阳光小区，进电梯后，狭小的空间让气氛变得格外微妙，空气中交织着彼此的气息。我盯着前方，佯装平静，可紊乱的呼吸却早就出卖了内心的慌乱。她则一直低着头，余光不断在我的手和她的胳膊之间逡巡，脸上泛着红晕。走出电梯，我问她：你住哪一户房？1503。她脆生生的喊道。更让我无语的是，她输密码时竟然环抱出了声427。这姑娘的防范意识简直低到离谱。我一个大男生就在旁边，她竟然毫无顾忌，要不进来坐坐。面对她的邀请，我盯着她精致的脸庞看了几秒，还是摇头拒绝了。我还有事。我转身离开后，她家的猫4月闻着味儿就窜了出来，那正是我以前救助过的小浪猫。小家伙急得直转圈，哪怕苏媛养了它半年，它一闻到我的气息还是想跟我走。苏媛一边吃醋的弹她脑门，怪她没良心，一边若有所思。这一刻，她像是悟到了什么，第一次总是最难忘的。她抱着猫看向门外，心里已经开始谋划，她要和我创造无数个第一次，直到我再也忘不掉她。一回到家，我就遭到了母亲前所未有的热情招待，她又是递拖鞋又是接书包，最后还把我推到沙发上坐好。小姐，上一天课累坏了吧？快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会，晚饭很快就好了。妈妈先洗一些葡萄给你吃。我有点诧异，平时虽然也热情，但今天显然有点过头了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没一会，我妈就端着洗好的葡萄坐到我旁边，挑了一个递到我嘴边，张嘴。我脸色一僵，赶紧接过来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好，还嫌弃请妈妈了，你自己拿着吧。她有些不满地把果盘塞进我手里，我都多大人了，你还喂我吃，多不合适啊。我小声嘀咕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夸你长得漂亮。她没再计较，而是突然坐直了身子，满眼期待地切入正题。小景呀，妈妈准备的提拉米苏，你送给那个姓苏的小姑娘没有？我心里暗笑，原来是在这儿等我呢。我平静地回了一句，我自己吃了。我妈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一脸错愕，你给吃了？确认后，她声音瞬间拔高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你怎么就给吃了呢？这是妈妈准备给人家小姑娘的。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们不是你想到那种关系，再加上你儿子上课消耗也大，
课间操感觉肚子饿了，就把提拉米苏吃了。我妈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显然是觉得我这脑子不开窍。她一把抢回我手里的果盘，妈妈精心准备的提拉米苏都进你肚子，这葡萄你就不用吃了。没必要这样吧？有必要，非常有必要。她一边说，一边气呼呼的往嘴里塞葡萄。我见势不妙，怕被殃及池鱼，赶紧开溜。妈，我还有练习没写，先回房间了，待会饭熟了记得叫我。身后老妈做事要拿果盘砸我，终究还是忍住了，只能对着沙发撒气。早上6点，我拉开窗帘，让阳光和清风涌进房间。小景，起这么早，不多睡一会？老妈从厨房探出头，语气里带着几分心疼。精神充沛，睡够了。我坐到餐桌前，老妈递来煎蛋，尝尝妈妈今天做的煎蛋好不好吃？我夸赞道，手艺有进步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煎蛋了。老妈顿时笑逐颜开，又盛了一碗粥递给我。临出门前，老妈又拿出2个提拉米苏盒子，一个精装，一个简装。她把精装的塞进我书包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随后把简装的也塞给我，警告道，今晚回来的时候别告诉我，你又把我给人家小姑娘准备的提拉米苏给吃了。想吃的话就吃这个。这时苏媛发来消息，你出发前往学校了没啊？我手抖了一下，赶紧对老妈撒谎，妈，你想什么呢？这消息钱军发的，问我什么时候到学校。他有一份地理试卷没做，打算借鉴一下我。老妈一脸遗憾的教导我，人家小姑娘脸皮薄，不好意思找你聊天，你就主动找人家，知道不？我背起书包落荒而逃，早读要来不及了，我先去学校了。公交车到了阳光小区站，我一眼就看见了坐在长椅上的苏媛，她显然等了很久，一看到我，脸上的笑容比落日玫瑰还灿烂。我怕她脚伤没好，特意在下车前用书包占了个座，然后跑下去接她。苏媛见我下车，原本快步跑来的动作瞬间清醒，立马变回了瘸腿模式。我扶你上车，我伸手扶住她的胳膊，那种细腻的触感让我的心跳再次加速。真奇怪，接触次数越多，我反而越想靠近她，这种不争气的反应让我有些局促。谢谢你了，她甜甜一笑，任由我搀扶。我扶她坐到我的位置上，她坐下后就一直仰着头对我傻笑。我手握吊环，强装高冷的目视前方，其实嘴角已经快压不住笑意了。3分钟后，见她还在发愣，我不得不提醒她，喂，苏媛，喂，怎么了？学校到了，以后坐公交车能不能别发呆？这样子很容易坐过站的。她俏皮的眨眨眼，语气软糯，没办法，谁叫身边的人是你啊？我正扶着苏媛走向校门口，王晴突然冒了出来。她平时总是一副甜美样，可一看到我跟苏媛动作亲密，脸上的笑瞬间就垮了。苏媛，你的脚是受伤了吗？她走过来，明知故问。苏媛性格直接，回对道，你眼睛是不是不太好？王晴没生气，反而装出一副大方的样子。江景扶了你一路应该挺辛苦的，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说着他就想接手，动作快的让苏媛都没反应过来。见我没放手，他又搬出老师来威胁我。江景，还是由我来扶苏媛同学吧，万一你扶着她被老师看见了，免不了要解释一番，多麻烦呀。我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心里愈发厌恶。可当他提起表白墙时，江景，你不会真如表白墙里所说的？对苏瑶，我心口莫名一紧，下意识地松开了手。我并不是怕麻烦，只是那种被戳中秘密的慌乱让我急于掩饰。苏媛有些委屈地看着我，王晴却以为自己赢了，笑得花枝招展。到了楼梯口，我二话没说，直接蹲下身子上来。苏媛顺势趴在我背上，动作那叫一个丝滑。身后的王晴错愕不已，又追上来献殷勤。江景，你背得累了吧？要不换我来？苏媛这下嘴更毒了，你比我矮半个头，我的脚会着地的。江景背我很有安全感，但要是你背我的话，我会很没安全感的。还有江景身上的味道很好闻，而你身上的味道却能把我给呛死。王晴，你把香水当饭吃啊？拼命的往身上喷。王晴被对的老脸通红，骂了一句，苏媛你好不要脸。你才发现呀，我还有更不要脸的呢。苏媛把大半张脸贴在我肩上，笑得灿烂。王晴彻底破防，扭头就跑，耳边轻静了。苏媛凑在我耳边问，江景，你的择偶标准不会是刚才那个女生那样的？我直接摇头，侧脸差点蹭到她的唇。那我这样的呢？无聊，到底喜不喜欢呀？你的话好多啊，要不我把你放下来，让你慢慢说，就知道威胁我。我不说就是了。把她送到5楼教室，看着她那期待的小眼神，我想起书包里那个盒子，你吃早餐了吗？她立马摇头。我顺势拿出老妈准备的提拉米苏，我这里刚好有一个提拉米苏吃不下，你要不要？当然要了。她抱着盒子笑得像个小财迷，最后还贪心的问，江景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要是我每天都不吃早餐，你书包里是不是都会多一份早餐呀？我递给她一个你在做梦的眼神，叮嘱她别乱动，便转身回了15班。此时的王晴正坐在位子上盯着门口，看那眼神，估计已经在琢磨怎么把自己脚也崴了，好让我背她一次。我坐回位置，王瑶便借着检查作业的幌子朝我靠近。走到前排时，她突然毫无征兆地撞向桌角，整个人重重地摔在地上，捂着膝盖满脸痛苦。周围同学纷纷围上去关切，她却眼角含泪，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指望我能有所表示。我连头都没抬，依旧翻看着书本。既然她想演，我没必要配合。她见我不理，咬着牙可怜巴巴地开口，江景，能麻烦你扶我去一下医务室吗？我放下书站起身，余光扫到她眼里闪过的喜色，她显然以为我会像背苏媛那样对她，可我目不斜视，直接朝教室外走去。江景，你去哪？她急得在身后喊，韩老师。我扔下这句话便离开了，没兴趣看她捶地板。她大概是想模仿苏媛，可惜这种拙劣的演技在我这儿只会换来冷漠。我不知道的是，此时5班的教室内，苏媛正护着我送的那盒提拉米苏。小媛，想什么事情这么开心？连我站在你身后好一会了，你都没发现？刘瑶从后面搂住她，刘瑶，你搂得太紧了，我快喘不过气来了。苏媛有些羞涩地护着盒子，刘瑶一眼认出了那个盒子。小媛，这里面装的不会是提拉米苏吧？苏媛像护食的小猫一样把盒子搂进怀里，这个不是给你的，这是江景今天送给我的早餐，不能给你哦，宝宝。刘瑶惊讶的嗓门都高了几分，他今天又给你送早餐了？他在那替苏媛分析了半天，斩钉截铁地说，江景肯定对你有意思，相信我，
口，他100%对你有意思。真的吗？他装的。苏媛大概是被这句他喜欢我给甜到了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到了周六下午的数学课，我正盯着窗外的金色香樟叶出神。此时的画室里，陆潇老师正拿着我的画向全班美术生美化。我有些无奈的听着，裤兜里的手机却震了一下。我拿出来一看，是苏媛的消息。江姐，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，学校附近有一家很好吃的披萨店吗？看着屏幕，我原本冰冷的脸上不自觉地浮现出一抹连自己都没察觉的笑容。那一刻，原本枯燥的画室氛围似乎都因为这条消息变得明亮了起来。